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荻野弘之所著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的人生课程》这本书。埃皮克提图是古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奴隶。这本书借助埃皮克提图的智慧，从多种角度帮助我们分析了应对人类普遍的烦恼和不安的方法。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修正错误的认知；第二，摆脱情感的束缚；第三，实现真正的成长与精彩人生。首先是第一部分，修正错误的认知。第一个要点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是轻视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物。斯多葛这个词源自古代斯多葛学派，原意是指禁欲和忍耐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禁欲呢？这是因为对欲望的适当控制与幸福和不幸密切相关。斯多葛学派的核心策略是明确区分我们能够控制的事物和无法控制的事物，并且只将能够掌控的事物作为欲望的对象。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禁欲。我们的身体、财产、他人的评价或地位等，通常是我们倾向于追求的事物，但这些往往是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的。也许您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得到这些东西，但事实上，由于这些事物不可避免地涉及运气或他人的意愿，它们并不能被完全视为我们能够控制的。埃皮克提图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即羡慕他人。您可能羡慕那些如明星或运动员般过着光彩生活的人，或者在您身边有外貌出众、学历优越、财力雄厚的朋友或熟人，令您感到羡慕。但即使我们羡慕他们，我们也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改变这些地位或名誉。尽管如此，因羡慕他人的成功而感到痛苦，或被无谓的竞争驱使，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这是毫无意义的。要想真正获得自由，我们不应该被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物所束缚，这才是通向幸福的捷径。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只避开那些我们可以控制并避免的事物。如果您试图避免疾病、死亡或贫穷，那么很可能会感到不幸。我们可以像对待欲望一样来理解避开这个概念。埃皮克提图认为，我们应该只避开那些我们能够控制并避免的事物。那么，什么是我们可以控制并避免的事物呢？从常识来看，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努力来避免疾病，例如注意日常饮食、适度的运动、定期体检等都能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同样的，认真工作、节约存钱，似乎也能避免贫穷。然而，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多么谨慎准备，也无法完全避免疾病或死亡的到来。突如其来的事故或灾害，可能会瞬间让我们失去所有的财富，这些都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然而，埃皮克提图并不是在否定努力维护健康的意义。他的意思是，即使为了健康而努力，也必须意识到疾病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如果缺乏这种意识，一旦生病，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打击，甚至陷入消极的情绪中去。就像旅行时，即使计划的再周详，也可能遇到意外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认为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当突发情况发生时，他将难以灵活应对。相反，认为旅行中可能会遇到麻烦的人，在紧要关头则能够从容应对。人生也是如此。埃皮克提图一再强调，我们不应该对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物抱有过高的期望，预见到意外情况的发生，这样才能始终保持自我，不迷失方向。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摆脱情感的束缚。第一个要点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在于您自己。让您每天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当我们被不安、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困扰时，通常会认为原因在于外界的因素。我们倾向于将原因归咎于他人或环境，怨恨人际关系或自己的处境。然而，埃皮克提图彻底颠覆了这种看法。他认为，事情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因此不会让人感到痛苦。
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性质，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说法叫恐怖的森林，一个看不到人影，即使在白天也阴暗沉闷的森林，会让初次踏足的人感到恐惧。但恐惧只是个体的主观感受，森林本身并不具备恐怖这一特质。对于那些以森林为狩猎场的经验丰富的猎人来说，那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活场所。当一个人被情绪所困时，即使事情本身并不危险，也会让他感到恐惧。相反，如果习惯了不好的情况，可能会对本应害怕的事情变得麻木，甚至因此而引发事故。埃皮克提图认为，这种被情感所困的态度本质上是认知的错误。因此，如果你想减轻不安或悲伤，就要记住，这完全取决于您的思维方式。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不公平其实并不存在。在没有付出与他人同样努力的情况下，想要获得与他人相同的回报是不现实的。在公司、学校或家庭等人际关系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受害者心理。相比于与自己处于类似立场的人，自己是否被讨厌了，或者是否遭到了歧视，例如，谁应该被邀请参加婚礼，旅游时的纪念品应该送给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身边的人进行分类，无论是公司同事还是朋友，是否被邀请或收到礼物，通常取决于他们之前的行为。比如，如果有的人得到了您没有得到的纪念品，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送过某些礼物，或者在之前努力加深了彼此的关系。换句话说，您没有收到纪念品，是因为您没有采取与那些得到纪念品的人相同的行动。然而，如果有人因没有得到纪念品而感到遗憾，在埃皮克提图看来，这种心态是贪婪且愚蠢的。这就像在餐馆门前没付钱却抱怨没有吃到饭一样。埃皮克提图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收到纪念品的人真的一无所获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认为，没收到纪念品的人至少不用为了讨好某些人而违心行事。即使您在某些情况下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也请记住埃皮克提图的这个观点：即便觉得与他人相比不公平，但至少您可以不必说那些多余的奉承话。只要因此感到心情轻松，那么这就已经足够了。接下来是第三部分，实现真正的成长与精彩人生。第一个要点是直面死亡。虽然死亡本身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和态度。当您意识到自己终将逝去，便不再会被无谓的欲望所左右。想到死亡，您就会明白为追求地位、名誉、财产而虚度人生是多么的无意义。作者认为，直面死亡会让您更清晰地认识到真正的幸福是什么，生命中真正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这些对您真正重要的事情将变得更加明确。第二个要点是，即使是配角，也要全力以赴。请大家记住，您是人生舞台剧中的一名演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情况扮演多个角色。在公司或学校里，你会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完成相应的工作。回到家中，您作为父母、丈夫、妻子或孩子展现出不同的角色。在朋友面前，您则表现出另一面。埃皮克提图说，您是舞台剧的演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主角。请接受自己被赋予的角色，即使是配角，也要乐于接受，并理解导演或编剧的意图，在每个场合尽力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们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是由于出生地、遗传、父母的影响、成长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个演员无视舞台背景，随意表演，他会被批评为差劲的演员。同样的，如果无视自己的境遇，妄图自私的生活，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扭曲。当然，尽管我们是演员，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写在剧本上。在赋予的场景中如何生活，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特别是内心的波动，是不受任何束缚的。
作者认为，在人生这场戏剧中，识别出哪些是自己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按照自己的方式好好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